妆炉火煮茶香，苏醒至今旧时光。月色静静淌，纸短情一场，只盼人一双。秋风凉，登高凭栏望，青山日暮雁成行。白马千关窗，是谁的念想？如梦归故乡，终难忘拥你温暖手掌。我今我去长风狂，未曾想前路漫长，情丝成双，我仍在你身旁。心滚烫，似这般两相望，情深处再无需隐藏。人世间多少聚散，多少无常，携手到天荒。和生元邀您收看《锦心赐予》。玉哥金贵，姨娘给你和生元益生菌，全球领先大牌，每天2包，内在保护强，肚肚舒适，身体棒。12小时快修护，28天强抗老。阿玛尼黑曜石面霜，邀您收看《锦心似玉》。跪下，跪下！杨姨娘，你私偷家里的银子，该当何罪？大太太，这钱不是我偷的，是我一点点攒起来的。你大可以查家里的账目，看看我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。这家里偷了值钱的东西，向外私卖的勾当还少吗？查账能查得清吗？除非你能自证清白，否则我就认定是你偷的。大太太，你若真的认定这银子是我偷的，那我任你处罚。可这些，我都是给我女儿救命的钱。大太太，我知道您慈悲，您就让我把这些银子送给二娘吧。拉下去！大太太，你不能这样！大太太，你得救二娘啊！大太太，你得救二娘啊！徐妈妈，你听我说，那些银子真的是我攒的，我真的没有偷。进去，把他关进去。开门！开门啊！大太太，我求求你可怜可怜二娘吧，她真的太苦了。不要再喊了。大太太慈悲，她说了会派人给送些银子过去的。杨姨娘，你应该知道，偷拿家里的银子按家规是应该受杖刑的。是大太太宽宏大量，只罚你关了柴房，你应该感恩，不要再闹了。我没有，我求求你们开个门，开门啊！开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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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且慢，你手里拿的是什么？刘夫人，这是罗家的人送来给少夫人的。给我，我会给少夫人送去的。这，
大太太，杨姨娘病倒了，严重吗？听说是感染风寒，到现在了都高热不退。本想给她点教训，居然就病了，真是天意呀！去看看。是。姨娘，您都烧成这样了，他们也不肯给您请大夫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大太太，都退下吧。是。这病痛的滋味儿不好受吧？行了，别再装了。这心里明明对我恨之入骨，还要每日给我请安，这么多年受了不少委屈吧？我生病了，你不给我请大夫，二娘病了，你也不让我去看她。你对我母女如此的决绝，这对你有何好处？是没什么好处。我如今这般病痛，又何尝不是你的功劳？你以为我不知道？你故意透露那些消息给我，刺激我发怒，刺激我的病情一步步加深。我就是想让你尝尝我如今承受的这般痛苦罢了。我这么做也是你逼的，我委曲求全一辈子，不就是想让你对二娘好点吗？可是你却把她嫁给一个残暴的浪荡子。嫁给王玉，那是他自己造的孽。可你知道吗？你毁了二娘的一生，我恨不得你死。如今你这一身病，想必就是你应得的报应。哼！你委屈？你以为我不委屈吗？我煞费苦心，不还是着了你的道？我告诉你，我是妻，你是妾，我们是天生的对头。终究还是你赢了。我赢了？
我这辈子到底赢了什么？干什么的？官爷，有件事小的想打听打听。何事？如有案件线索，可否有悬赏啊？你有案件线索？没错，小的呢是城东打更的，茂国公世子被杀案，小的知道凶手是谁。又来个骗子！官爷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那我亲眼所见的。那世子啊，本来后脑勺就有伤，这凶手悄悄摸到他身后，拿起这么大一块石头，狠狠地砸他后脑勺，砸死了。这次没有，那世子躲开了。可这凶手啊，恶得很，将世子压在地上，又举起这块石头，狠狠地一下砸在后脑勺上，砸死了。对了，我看到那凶手长相了。行了，说的跟真的似的。不，你怎么不去说书啊？就你这样的人，每日都有来跟我要赏钱花的。你啊，快走吧。不是，官爷，我说都是真的。快走！我是人证。走，人证啊我。我认得你，王玉就是你杀的。竟然真的被你看到了，那你就别想活了！快出来呀！我要见阎王了！救命啊！侯爷，李大人，你们可算来了，这胆都吓破了。捉拿罪犯有功，这是给你的赏钱。谢侯爷，谢李大人。原来是你杀死的王玉，不知道你说什么。你之前已亲口承认，如今狡辩也没用了。这一切定是你的诡计，根本就没有什么证人，是我自己沉不住气上了你的当。哼，分明是你做贼心虚。我只是不明白，你是如何知道是我杀死王玉的？到了公堂之上你就明白了。带下去。是。这次多得侯爷相助，才能这么快找到真凶。下官也知侯爷难处，有些话就不隐瞒您了。根据验尸结果来看，其实王玉的头部受过2次伤，而这第2次
才是真正的致死原因。有证人证明，人家的门房只打了王玉1次。那你们查到真正的凶手了吗？如今判门房误杀，对各方还能有个交代。可是，若另外还有凶手，追查下去变数太大，各方势力都会不依不饶，我们也实在为难呐。那只能找到真正的凶手，才能了结此案。哎，是啊。什么？周显被抓了？这怎么可能？不会的，不会的。他跟我说过，他做的天衣无缝，他怎么会被抓呢？到底怎么了？你跟我说，到底怎么了？难道又是徐令仪？他是怎么做到的？又是他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我们现在怎么办？你不是和我说过，周显很忠心，绝不会出卖你。是，他不会出卖我。我们无需自乱阵脚，安抚好周显的家人。侯爷。他就是杀害王玉的真凶。是他？他是欧少夫人娘家的手下，叫周显。杀害王玉，挑拨你我之间的关系，这一切都是欧少夫人的设计。不会的，我了解欧少夫人的为人，她不会这么对我的，我是不会相信你的。少夫人，这个人我在欧家门口见过。他的脸上有一块很大的黑痣，所以我一下子就认出来了。不会的，欧少夫人不会这么对我的。可是自从您出事以来，欧少夫人就一直避而不见呢。所以是欧少夫人派人杀了世子，然后让我相信凶手是任坤，还利用我去徐家闹事。如今他的目的已经达成，就拒我不前，弃我于不顾了。我还问过江少夫人，只怕王家过继一事，也有他的推波助澜。夫人，原来这一切都是他设计的，是他害死了世子，让我失去了孩子，我中了他的计。二姐，二姐，二姐，你去哪儿？我要让天下人都知道他的罪行，我要让他好看。哎呀，你先冷静一点。周显已经扛下了所有的事情，他说只是因为私仇杀了王玉，撇清了和欧少夫人之间的关系。我们现在奈何不了他。二姐，其实只要找到真正的凶手，你的目的就达到了。茂国公会给你一个公平的待遇。不用你教我，我知道怎么做。别以为我会感谢你，这是你欠我的。二姐。
你的那个妹妹和永平侯夫妻恩爱，如胶似漆。如果你的妹妹在永平侯的面前替你说几句话，还是起作用的。少夫人，我把她当姐妹，她却欺骗利用我，绝不能就此罢休。少夫人，您想怎么做？当初她利用我给徐家难堪，以达到目的。如今我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金莲，明日一早你去趟罗家，给我大哥送封信。是。少夫人出来了。不是说没在家中吗？难不成我这是见鬼了吗？最近家中事情比较多，看来是我的下人怠慢了你，是吗？王少夫人是来找我的吗？你别装了，我都知道了。我夫君就是你害死的。王少夫人，说话可要注意一些，咱们两个可都是在京师有头有脸的人。别让别人看了笑话。你今天要不说清楚，就休想离开。你害死了我夫君，害死了我孩子。今天你必须给我个交代。你说清楚，罗兄，你放开我。你自己心里他们议论的说什么？可是欧家的少夫人。今天不说清楚，你就别想走。出了何事啊？你不许走！王玉是任坤所害，你为何嫁祸给我？你是不是疯了？真凶已经被抓，你难道还想抵赖不成？凶手我都已经见过了，就是你娘家周家的人。你不仅让人害死我夫君王玉，还挑拨离间，利用我去算计永平侯，当真打的是一手好算盘。你再敢胡说，你就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听闻王玉被周家人所害，难道真的与欧家的少夫人有关系？那与欧少夫人争执的女子，唤王玉为相公，那岂不是说？惭愧啊，正是舍妹。前段时间闹得满城风雨，想必李兄也听说了，却没想到这其中还有此等内情。放开我！你们想干什么？你害死我夫君，还想杀我灭口不成？杀人了！杀人了！救命啊！杀人了！你们两个还愣着干嘛？想跟我斗，你也不看看你有没有这本事。以后再敢胡闹，就不是一个巴掌这么简单。二妹，大哥，欧少夫人，不知舍妹哪里得罪了你，竟然当街动粗。罗大公子来的正是时候，令妹应该是失心疯，你应该把她带回家，好好管着才是。别让她在这儿胡言乱语，污蔑我，不然的话，我会追究到底的。大哥，我没有胡言乱语，那周家下人定是他指使的。金莲曾在他家门口见到凶手出入。哼，凶手虽是周家的人，但应该是私人恩怨，与我有何干系？刚刚还说任坤是凶手，怎么这下藏不住了吗？你也不要得意，凶手早晚会供出你来的。休得胡言！欧少夫人纵奴行凶，杀人栽赃，不知欧侍郎和周尚书是否知晓？你们把这些闹事的人都给我轰走！欧少夫人身为礼部尚书之女，当真是大家风范。今日真是让李某大开眼界。又冒出一个爱管闲事的人，你是谁啊？在下与罗兄乃是同窗，同为翰林院庶吉士。今日本来没想多管闲事，但眼见欧少夫人这般卑劣的行径，忍不住
想去与我那些同僚同窗们说上一说，也好，论个是非曲直。放肆你！欧少夫人也不必多说，真相究竟如何，想必督察院自然会调查清楚。都别看了，走开！散了，散了，散了！我知道不能坐实他的罪名，可经我这么一闹，再加上大哥的同窗相处，欧少夫人杀人嫁祸一事，人尽皆知，我就不相信对他毫发无损。这件事就算告一段落了，不要再去想了。最近在王家过得怎么样？他们没有在为难你吧？大哥，今日多谢你的相助，不过你我之间就不必假惺惺的做出兄妹情深的样子了吧？你这是何意啊？我人微言轻，又失了相公，哪里值得大哥这样人前马后的相处？你当我真看不出，你不过就是为了帮徐家对付欧家罢了。二妹，我们是血脉相连的一家人，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？没想到一向稳重的大哥居然会陪二姐演这出戏。欧家杀人栽赃，又利用二娘，这分明就是弃我罗家无人。当日收到二娘的求助信，说想要惩罚欧少夫人一番，我便想出了这个法子，既能借此打击欧家的名声，又能替你二姐出口气。所以大哥便找来了同窗做了个见证。我那位同窗是明辨是非、公正不阿之士，他的话定能在文官士子间流传，到时舆论一起，也是在给督察院施压。朕心此法甚妙。此事闹出，虽然欧少夫人无法定罪，但凶手到底是周家人，他撇不清干系的。今日朝上，魏国公和江家的同时发难，周大人也被皇上好一番训斥。虽然只是罚俸1年，但周大人无辜被牵连，与欧家的关系只怕不复从前了。大哥，那二姐现在怎么样啊？我想去看看她。先别去了，她的性子你也是知道的，势必会逞些口舌之快，还是缓缓再说吧。那母亲身体如何？好些了吗？还未见好转。如今二娘一事解决，江夫人对钟哥的婚事也松了口，这对母亲来说倒是件好事，希望能对她的病情有帮助吧。夫人可有说找我何事？夫人没有提起，侯爷您去了便知。侯爷，这是做什么？听说侯爷最近睡不安稳，我亲手炖了安神汤，侯爷趁热喝吧。我还去了城东头卖糕点的那个王家，特意买了侯爷最爱吃的红枣酥。准备这么多东西，肯定费了不少功夫，有心了。比起侯爷为我家人的付出，这不算什么。如今真凶已伏法，王家已经把世子过继到了二姐房中。我替二姐谢谢侯爷，也谢谢侯爷为我所做的一切。
我做这些不只是为了你，也为了我们徐家，为了尊哥。你不用特别做这么多来谢谢我。如今尊哥和江家的亲事也没有受到影响，侯爷可以放心了。怎么了？可是不合胃口？我突然想起还有事要忙，你自己先吃吧。可是，侯爷，夫人让冬青把安神汤送了过来，说这汤熬了2个时辰，有助于睡眠，让侯爷睡前一定要喝下。熬了2个时辰，他也是废心了。可我是他夫君，本该是最亲近的人，又何必费心劳力的来谢我呢？侯爷，夫人这不是关心您吗？他是关心我，还是觉得有愧于心，想补偿我？国公爷是否愿意支持开海禁？我天朝盛世，地大物博，一旦开了海禁，恐怕被外人觊觎。这件事情利弊难断，所以我才坚持中立。不过这段时间，我也看出来了，开海禁乃是大势所趋，民心所向。我也就不打算再墨守成规了。况且欧家人支持海禁，不过是为了一己私利，我又岂能助纣为虐？国公爷果然看得通透。闽浙沿海地带山多地少，百姓只能靠出海捕捞及贸易解决温饱，又被海禁所限，逼不得已走私为盗，甚至被海盗驱使利用。若不开海禁，百姓生计无望，海盗便无法根绝。话虽这么说，但这件事情成与不成，还要取决于圣意，否则争也无用。长年以来，国库入不敷出，也动摇了皇上的心意，对海事贸易也多了关注。我们不妨在这件事情上借一借东风。国公爷的意思我明白，如今有了您的帮衬，再顺应圣意，我想开海禁之事指日可待。有件事情我一直不明白，你是如何肯定王玉之死与我无关？按理说，最该怀疑我的该是你才对呀。国公爷光明磊落，要是真想报复王玉，大抵不会用这种鬼祟手段。知我者，徐令仪也。父亲，孩儿听说礼部周大人与我家断绝来往，可有此事？你问这个干嘛？如今既已失去周大人的帮扶，我看在开海禁一事上，父亲就不必再固执下去，不如就此顺应局势。唉，你可知道，海禁若是一开，它意味着什么吗？以孩儿多年经商来看，若是开海禁，便意味着我国与诸国的更多交流，可以把我朝盛产的瓷器、丝绸、茶叶更好的推广出去。这样一来，可以大大改善百姓的生活之外，还可以充实国库，岂不是一举两得？
我告诉你吧，若是那海禁一开，岂不是更方便了海盗们的侵袭吗？事通，则寇转为商；事尽，则商转为寇。只有开海禁，才能彻底解决沿海匪患。此乃利国利民之大计，还望父亲三思啊！你能关心国事，为父甚感欣慰啊。不过此事并非像你想的那么简单呐。唉，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和朱先生商谈，你先退下吧。是，父亲。此事可非小事啊！如果您想提拔二公子，那有些事就不能再隐瞒了。夫人今日怎么想起抚琴了？以往都是见您刺绣，抚琴还真是少见。侯爷为我做了这么多，我也想为他做点什么。之前好像无论我怎么做，都无法令他开怀。所以，夫人抚琴是为了侯爷？侯爷曾经立下誓言，说不再抚琴，可是他那么喜爱琴乐，若就这样与之相绝，那也太可惜了。虽然我不能让他破了自己的誓言，但若他再想听时，我便能随时弹奏给他听，应该能让他开心吧。只是这抚琴可比刺绣难多了。夫人如此用心，一定会早日熟悉的。我小时候虽然学过一段时间，可那也只是浅尝辄止，如今又生疏了许多，又求成心切，看来只能勤加练习才是啊。百鸟乘风替云散，水岸一流望青山。你轻轻摇曳在心畔，但云浮雨间，谁可成永远？你我相见，答案浮现。母亲回来了。你这是要去仙灵阁？是，今日是简师傅的生辰。之前的赏花宴因二娘而中断，但我知道你是尽了心的。谢谢母亲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十一娘，你为了做好徐家主母，付出了不少努力，这些我都看在眼里了。但有一句话我不得不说，作为一个永平侯夫人，她的一言一行代表着可是徐家，在外抛头露面总是不妥的。我希望你以徐家为重，呵护好徐家的门庭，切勿因小失大呀。发丝柔韧，
发绣极难掌握，可这幅绣品，发绣如此细腻饱满，当真是不可多得的精品啊！这些都是我在农庄之时绣的，我也摸索出一些心得。既然能入了师傅的眼，那以后我便可以教给大家。那我就把这个当做是给师傅的生辰礼，您看行不行？真的？怎么不行啊？这个实在是我收到的最欢喜的生辰礼了。哎呀，真是好看。怎么样？最近在徐家如何啊？侯爷对我虽好，但心结未开，总觉着还隔着些什么。至于太夫人那儿，太夫人是不是又要让你退出仙灵阁了？但我也能理解母亲说的。虽然我很希望能够留在仙灵阁，但是之前我伤了侯爷，累他受了太多苦，徐家近日又多番生事，我不得不顾及侯爷和母亲的感受。也许我是应该退出仙灵阁了。哎呀，这小鸟真可爱，真好看，这是什么鸟啊？十一娘，你先坐一会儿。哎，外面那么吵，是怎么了？欧公子带来了一只画眉。画眉？恭贺生辰啊！多谢简师傅，这是我特地给您备的贺礼，闲来无事陪您解个闷儿，还望您不要嫌弃啊。这小画眉百转千口的，甚是可人呢。有劳欧公子费心了。简师傅客气了。你过来，你带他一起去到院里挂上吧。是。欧公子，简师傅可有什么事？是这样，方才十一娘跟我说，她有意要退出仙灵阁。十一娘要退出？是啊，她是徐家主母，做事总要考虑方方面面，我是理解她的。只是，她若退出，倒可惜了一手好绣技。是啊，我能理解十一娘的难处，恐怕除了徐太夫人给她施加的压力，我也让她很难做。毕竟欧徐两家形同水火，之前又发生那么多事，我们实在不该一起共事。我与她之间，确实应该有一个人退出仙灵阁。只可惜罗姑娘心智非凡，在刺绣上又极具天赋，若她走了，岂不是可惜？那欧公子的意思是？其实我今日来呢，一是给简师傅庆贺，二是想跟简师傅说说，我退出一事。怎么，欧公子也想退出仙灵阁吗？是。欧公子，十一娘，徐夫人，多谢欧公子的好意。只是之前就是因为你与师父志同道合，才加入了仙灵阁，而仙灵阁也是因为有了你的帮扶，才发展到今日。欧公子没有做错什么，断没有因为我而退出仙灵阁的道理。这才是好看。是啊，我看这烧了这个。谢谢大家来为我庆祝生辰。仙灵阁如今能蒸蒸日上，都是各位的功劳。不过，我们可能是最后一次像这样聚在一起了，所以，我敬各位一杯。
侯爷，夫人这么晚还没回去，侯爷要不要把她接回家呀？他行事自有打算，我们不用费心。夫人鲜少晚归，想必肯定有什么事耽误了。这马上就要宵禁了，万一有什么麻烦，还是让侯爷费心呀。那便进去看看。看字颜亮如墨，谁提笔画寂寞？这一生花边漂泊，唯有相思难临摹。山城等雨落，我等你回忆中经过。看天色比你脸色更落寞。风起又要烛火，岁月冷一闪躲。看命运一路曲折而缘分始终不说。心遮眼沉默，却画不出你的轮廓。这纸墨要怎么写进你我？谁提笔又因思念平地起风波？谁来过又惹往事在心里颠簸？若深情可念不可说，结局我不多。你的灯火阑珊处有我。谁提笔挑起孤单，泪眼几婆娑？谁来过为你耗尽我一生笔墨？若非我不曾不过火，怎么谈执着？你的故事尽头处是